听惯了国内媒体说美军被中国吓坏，而美国自己纠正说实际上是被吓死。五角大楼干嘛突然给中国这么大一顶高帽子戴？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凡是有20年上网经历就是能够在网上经常看军事的朋友都知道，这20多年来呢，就是很多网络媒体包括大平台在谈论中国军事的时候，会用一种比较独特的有味道的口吻，或者是标题，或者是格式。我们从这个常见的格式从这个标题呢就能看出一些来。比如说过去经常看见的文章标题格式是什么呢？就是解放军展示了某某武器，美军航母马上吓跑，退出2000公里。再比如说解放军进行了某个实验，美日重则吓尿，轻则无语，这个被称为叫做吓尿体当然这一类这种吓尿体呢不仅仅用于这个解放军的一些发展，作者们呢看谁顺眼，这个模板呢就能用在谁身上。比如最近很多作者觉得俄罗斯比较亲切，所以呢俄罗斯作为战斗民族，经常也在文章中可以让美国英国落荒而逃等等。其实不管是描述解放军也好，描述俄罗斯也好，如果是客观的描述各方的发展，理所应当。我们有些装备呢和技术呢让美军应付起来非常困难，比如东风17、26、21D 都是实话，因为我们这种打击能力部分已经实现了嘛。不过有些媒体说法呢就不是从客观角度出发，而是以虚假信息为主，甚至是从头到尾就没几句真话，这个就很过分了。比如当年著名某网站的博主 MK800就是这种靠造假谋生的人，他凭自己一张嘴让美国尿了20多年，也是够辛苦的。不过最近呢五角大楼倒是蛮爽快，出来说了中国现在军力强大了，我们的士兵不是吓尿了，而是被中国吓死了。我刚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呢，一开始还以为又是国内哪家媒体自个儿编出来的，后来网上一查还真不是编的。雅虎网站上呢报道这个事儿，而且呢还不少老外在留言说你美国人死人就死人吧，还把这锅扣在这个中国人头上。报道原标题是什么？是五角大楼某位高级官员说了，美军里边呢士兵自杀数量增加，而且原文说的不是缓慢增加，是激增。而这个激增的原因是因为被中国所拖累，害得美军不能够稳定发展了。由于中国的影响力上升，部分指挥官经常以此为由，强烈要求增加兵力，然后呢，部队总是在一些个艰苦环境下进行部署或者是值班，身体精神都备受摧残，所以现在自杀人数越来越多。2021年美军的自杀人数已经到了76人，其中陆军占了45人。你看这个数字呢，就其实就明白了，这纯属是甩锅MK800 这类媒体呢说是美军被中国吓死了，这是骗中国读者。而美国五角大楼这次说美军被中国吓死了，是骗美国国会和美国老百姓，这是要钱的，所以都是骗钱，这俩算同行。那么美国出这么多自杀问题，为什么呢？其实都是美国社会问题在军队的反应。那么在这种环境下，精神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而且这种精神压力就来自于美国内部社会问题，根本不是来自中国。换句话说，真要是有谁被中国吓出毛病了，那首先是美国海军得优先的，因为美国海军是离中国最近的，他们的舰艇老在中国周边活动，一会儿过一下这台湾海峡，一会儿靠近下西沙。你看他们好像很嚣张，其实他们不紧张吗？不紧张才怪，那是在中国各种导弹、各种火力的眼皮底下蹭热点，怎么可能不紧张？而在中国的周边活动的话，海军都没有自杀这么多，陆军几个人在阿拉斯加自我了断了，能跟中国有什么关系呢？其实真正让美国士兵，特别是陆军士兵天天紧张焦虑的地方，是在伊拉克、阿富汗那些山地、那些城市巷战环境中，那些地方盛产狙击手，盛产路边炸弹和迫击炮，那才真是吓人的环境。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解放军就不会吓人，只是中美之间的对立还没到那个程度，还是斗而不破。至于说以后是不是真的会让解放军吓趴下一些美国人，那就要看美国政府的政策了。反正五角大楼还有美国士兵胆量的总量是一定的，美国政府胆子稍微大一点，士兵的胆量肯定就会小一些。好，关于美国政府所渲染的这种新型中国威胁论到底是什么背景，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